凡人想成佛，必得持戒参禅；凡人想成仙，则需修道炼丹。佛有令人遐想连篇之双修秘法，而道教除了炼丹术之外，房中术也是追求长生修炼成仙的重要法门之一。道教传说中，皇帝、玄女、彭祖等个个都好着口，还擅长还经补脑，以修长生。西游记中，海陆空都有神仙居住，但绝大部分编制内的神仙都住在天上。这些神仙不管前世是人也好，禽兽也罢，都是热血青年，布满生存状况，布满黑暗现实，修道炼术，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奔赴心中的圣地天庭。可当他们上了天，才发现命运跟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这里是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世界，吃的是特供山珍海味龙肝凤髓，住的是绝无污染的仙境福地，出门则腾云驾雾或天马代步，所有欲望几乎都能最大限度的得到满足。除了一样，性满足。频道内是讲述关于神仙、地府、佛禅以及六道轮回相关的内容，如果你对这类内容感兴趣，记得关注我。今天我们来说说神仙的性。一、神仙禁止性生活。神仙们虽然绝大多数没有配偶，但并不能说明他们就没有性。神仙们为了自己的工作、地位、权力等等，婚配的年龄早就错过了，年龄大了，身份变了，根本就没有配偶配了。可是神仙们也是有性欲的，如果神仙们没有性欲，也就不会有这样的禁令了，更不会有仙女思凡跑下来找男人、找爱情了。但是神仙都一律禁止性生活。神仙们既然是有性欲的，为什么又禁止性生活呢？那是因为天庭的编制问题。神仙们一有性生活，孩子生出来就是神仙，会导致神仙的数量急剧膨胀，大量的神仙将无法安置，神仙界的资源将迅速减少，甚至崩溃。所以神仙界禁止性生活，天界的这个条款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神仙就只能偷偷摸摸的进行，而绝对不能明目张胆，以至于你看到的那些神仙们表面上都是很正派的，其实这最多只能证明他们是在遵纪守法，却不能证明他们没有性欲。神仙界是禁止性生活的，对敢于破禁犯规者的惩罚是极其残酷的。可是神仙界的这条禁令仅仅只能吓唬那些胆小的，根本就治不了老油条。对于年轻的小神仙来说，若破禁犯规过性生活，就会被打回原籍，而对于那些老油条的神仙来说，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下凡就像出差一样，都巴不得多有几次出差的机会呢，即使被抓住了也是可大可小的事。二、偷腥的神仙。从西游记第31回记载，披香殿的玉女思凡了，想和奎木狼私通，二人相约到下界去风流快活，这一去就是13年，地上1年，天上1天，奎木狼有13天没来上班，后来被抓住了，押到玉帝面前。奎木狼却说和他私通是怕玷污了天宫圣境，才跑到下界去的。那么玉皇大帝是怎么处分他的呢？是判的死刑吗？不是的，是贬他去兜率宫给太上老君烧火。这样看来，男女神仙私通，即使被抓住了也没事。而且处罚奎木狼的理由是因为他旷工不来上班，而不是因为私通。如果处罚私通，恐怕就是死罪了。因此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天庭在男女关系、作风问题的管理制度上，首先有着严厉的明文规定，禁止男女神仙私通。其次，若抓住了，在执行上则既可以追究，也可以不予追究。也就是说，在这方面是立法苛刻，执法松散。总体上来说，还是以宽大处理的居多。但对于具有胁迫性或一厢情愿的性骚扰，或神仙与人之间的性关系，惩罚的力度就严格得多。比如天蓬元帅调戏了一下嫦娥，就被玉皇大帝判为死刑。当然，天庭对神仙禁欲应该还有客观原因上的考虑。神仙再怎么法力无边，有一种法力恰恰是不具备的，那就是避孕法。为了天上不会身满为患，所以天上的计划生育就是绝育，是要神仙断子绝孙的。除非极个别的，像二郎神那样练就神功，能为天庭维稳出力，才被特许位列仙班。这也就是奎木狼与披香侍女所生的一对儿女要被活活摔死的深层原因。三、王母生性风流。山海经带着我们来到了王母娘娘的少女时代，她的相貌是如纹、豹尾、虎齿、善笑、蓬发戴胜，意思是说她有一条豹子尾巴，2排虎牙，满头乱发。王母的感情是热烈的，作风是奔放的，寂寞难耐的她满腔春情无处抒发，总是时不时奔上山顶，用大吼来发泄心中的苦闷，逐渐养成了善笑的习惯。她的父母元始天尊和太元圣母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就让西王母的哥哥东王公和西王母结为了夫妇。东王公的外貌也非同常人，如果说西王母是形同禽兽，
那东王公堪称禽兽不如。《神异经·东荒经》记载的东王公长1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在野黑熊，左右顾往，外貌上和西王母非常般配。但东王公和西王母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东王公居于东海之上，西王母却在昆仑之中，很明显他们是两地分居的。据说东王公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和美貌仙女用竹剑玩投壶游戏，一轮要投1200方，时间非常久，所以西王母经常一个人独守空房。那么西王母是从何时变成了一个风华绝代的大美人的呢？汉武帝内传中说，始之年可30许，修短得中，天资严爱，容颜绝世，真是人也。其中奥妙何在呢？我们不妨去昆仑山一探究竟。据说昆仑山原本乃皇帝的行宫，气象万千，奥妙无穷，长满了奇花异草，遍布着珍禽异兽。当初皇帝与蚩尤大战不能取胜，王母曾派9天玄女下凡相助，然后西王母就在昆仑山从母老虎变成了大美女。据说昆仑山有一种叫玉膏的东西，是皇帝的日常食品，这东西是一种玉，但是软乎乎的像果冻，吃下去可以让人脱胎换骨，飞升仙界。也不知道王母是不是靠这个东西补血养颜，由内而外的变换了容貌。但为什么王母要派玄女相助，就众说纷纭，你遐想一下是因为什么呢？欢迎在评论区大开脑洞。凡是有关美女的传说，就少不了绯闻。西王母虽说贵为天仙，也逃不了这一铁律，更何况她有着失败的婚姻。夏朝一个叫后羿的盖世英雄来到了昆仑山，他和王母发生了什么故事，一直没见到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后羿是带着不死要下山的。西王母为什么要后羿不死？这个问题大家也不妨考虑考虑。但可惜的是，后羿没吃上不死药，死于非命，枉费了王母的一番苦心。远古时期道路不通，昆仑山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人烟罕至。后羿之后的千百年间，一直没有凡人上山。突然有一天，一个白马王子出现在了王母眼前，他就是周穆王，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自驾车旅行爱好者。周穆王风流潇洒，见多识广，爱江山更爱美人。听说西王母是绝代美女，所以特来拜访。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赠西王母以白龟悬璧，两人同游瑶池，言谈甚欢。周穆王还在山上立了块碑，上刻西王母之山几个字。分别之日，西王母和周穆王深情对唱。西王母唱道：白云在天，山林自出，道理悠远，山川兼之，将自无死，尚能复来。周穆王回复：雨归东土，和至诸夏，万民平均，无故见辱，彼及3年，将复而也。然而周穆王还是玩弄了西王母的感情，到死也没再来过昆仑山。所谓光阴似箭，韶华易逝，几百年过去，西王母对周穆王的思念也渐渐淡了。凡间另一位君主汉武帝进入了他的视野。汉武帝内传中记载，西王母见汉武帝有志学仙，便下凡赠予武帝蟠桃树枝，并教给他长生之道。可见当时他们的关系比较微妙，所以东方朔在汉武帝的指使下，几次偷桃都没被王母惩罚。但后来王母发现汉武帝行万神会，脑血淫漏不纯，恐非仙才，就和他断绝了关系。至此，王母娘娘的绯闻男友有东王公、后羿、周穆王、汉武帝。你以为这些就是全部了吗？不，更离奇的还在后面了，请期待后期作品《天庭最后一个处男沙僧的秘事》。王母是母系社会的神仙象征，所以有这么多绯闻的轶事，我想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吧。当然这一期的内容有脑洞大开的部分，仅供娱乐。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喜欢我的内容请点赞、关注、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